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套装机的外观采用的就是联力目前最新推出的机箱包括所有的风扇和尼彩灯光线也都是最新推出的产品，分别是联力的51D Vision Compact 机箱、SL120无线版风扇以及全新的无线尼彩线。这一视频将会和各位好好聊聊我体验这些新品的感受，以及它们无线的创新。先从 SL120无线版风扇开始，这已经不知道是积木风扇 Unifan 推出的第几个版本了。如果要包括之前的 SL-V2 与 AL-V2 以及 TL 系列在内，这应该已经是第6款的版本了。而这一版最大的创新，自然就是所谓的无线化。以往的积木风扇虽然本质上是简化了多把风扇所需的接口数量，尽可能将风扇的线材给简化了，但还是少不了需要连接上控制器以及集成的接口线，一般也非常的粗犷导致理线体验还是不怎么理想。特别是在你已经搭配了联力 51D 系列机箱需要安装的风扇组合一旦超出了4组，那么你还得再增加多一套控制器。先不说这会大大的增加理线的阻碍，额外多一组 USB 2.0 接口的需求，也可能会导致主板的 USB 2.0 接口数量不够使用。因此，这回的 SL120 无线版风扇最大的改变就是解决了上述的情况。风扇的终端接口只需一根细细的 PWM 接口，无需连接在指定的控制器上，甚至也并非得连接在主板的 PWM 接口上，通过SATA供电的4并接口一样能够实现灯光与转速控制。因此，所谓的无线本质上是指灯光和转速控制无需依赖有线控制器来实现哪怕像这样把风扇外置出来，依旧还是能够实现无线的灯光与转速控制。至于具体的实现方法，我会在介绍完无线尼彩线后再和各位分享。现在还是先详细介绍这款 SL120 无线风扇的规格。全新的 SL120 无线风扇本身的体积为120×28毫米规格，外形上依旧采用积木风扇的一贯设计。灯光展示部分提供了2个不同的区域进行展示和控制，最大转速来到了1900 RPM。虽然转速本身并不高，但得力于全新的 FDB 轴承，在1900 RPM 能展现出均衡的性能与静音表现。为此，我也专门拿它来和 TL120 风扇以及 SL 无线镜风扇来进行对比。3款风扇个别统一使用3把安装在360水冷，看看在开放式平台下最大转速与统一1500 RPM 的散热表现。可以看到 SL120 无线风扇在转速比起另外2款更低的情况下，实现了相同甚至更好的散热表现。而将转速统一到了1500 RPM 后， SL120 无线风扇的散热表现更是略胜一筹。而噪音的部分，我这里就录制了3款风扇的最大噪音表现给各位做参考。SL120 无线风扇也有一些细节上的改动比如这一次是能够混搭 SL120 LCD 一同进行组合串联的相比起之前 TL 系列的 LCD 和非 LCD 款无法混搭的情况好上了不少整体的兼容性也会稳定的非常多另外也同样的保留之前 TL 系列的一些优点包括这个橡胶螺丝遮罩垫以及能够自定义更换接口的出现方向，在 SL120 无线风扇都是获得了保留不得不说，联力在风扇设计上的创新与大胆确实是如今天花板的级别了。和各位分享完了 SL120 无线风扇后，接着就是这一套全新的无线尼彩线，提供了主板24宾、显卡2x8宾和显卡12+4宾的款式。最大的改进就是尼彩线无需额外的供电线，而是直接从电源线进行取电，大大减少了理线的压力。此外，灯光展示的方式也做了升级，覆盖到了侧面，使得线材展示的一体性与完整性更加高。当然之前的高柔软性也还是保留下来所以可以非常轻松的实现好看的造型。另外，显卡的灯光线也采用了90度的转接设计，使得连接显卡后的线材完整度会更加的整齐好看。不仅如此，为了照顾到纯白外观的玩家，转接接口也提供了白色接口的选择做替换，这点细节确实必须点一个赞。到这和各位介绍完 SL120 无线风扇以及无线尼彩线，那它们究竟是如何实现无线的灯光与转速控制呢？联力给出的答案是这是联力新推出采用 2.4G 的无线控制器，能够完美控制 SL120 无线版风扇和无线尼彩线。
只需将它连接到主板 I/O 的任意一个 USB 接口上，再通过联力自家的 L-Connect 3生态软件，就能够识别到这一些全新的无线设备并进行控制。不仅连接操作非常的简易和省事，而且还能够释放如今主板上非常珍贵的 USB 2.0 接口。一个无线控制器能够连接和控制8组设备通道，那么理论上是能够实现最多32把风扇的控制。即便是扣除了尼采线所需的2组，剩下的6组依旧能够满足绝大部分海景房机箱用户的需求。而且据说联力也会在后续给这个无线控制器进行升级，增加到10组通道。因此理论上你还真的只需要一个无线控制器就能够满足所有的控制了。唯独有一点我必须吐槽联力你就不能把这个无线控制器做得小一点吗？这个体积和造型有点不符合联力你们自家的风格啊，以及目前采用无线控制器连接和控制的设备暂时无法与主板实现同步功能，这一点联力正在努力修正，会在后期通过软件更新的方式解决。但就目前来说，这个控制器确实带来了全新和简易的体验，而且我觉得最大的受益者是小白用户，简易的安装与操作体验才是最能让他们感受到乐趣的。最后就是这一款新推出的 OCED Vision Compact，虽说它算得上是 OCED Vision 的缩小版，但我反而觉得它是 OCED Vision 的完整版。Vision Compact 的尺寸其实是依照 OCED Dynamic 最初原版的原始尺寸，因此哪怕是缩小了体积，但实用性与兼容性还是获得了非常大的保留。体积从 OCED Vision 的 67.8 升直接缩小到了 57.4 升，少了整整 10.4 升。而我之所以会说这才是 OCED Vision 的完整版，是因为 OCED Vision Compact 是能够替换顶盖面板的。你能采用网孔面板来实现顶部360水冷的安装，也能够采用钢化玻璃面板来实现270度的侧透展示，这可是 OCED Vision 无法做到的自由性。OCED Vision Compact 如今也提供了背插主板的支持，以及也给普通水冷实现背线的选择就像这样，这点细节确实做得挺好的当然 OCED Vision Compact 同样保留了简易拆装的优良传统，在顶部、底部以及侧面的风扇位均提供可拆卸支架，方便安装多把风扇。水冷支持的部分在顶部、侧面和底部均支持360水冷，而顶部是能够支持最大厚度98毫米的水冷，几乎市面上所有360水冷都能兼容。其他像是磁吸式的盖板、多个魔术理线贴等，在以往的 OCED 系列就有的优良设计，而这次的 OCED Vision Compact 都永无保留。当然还有几个小细节是稍微遗憾的，那就是 OCED Vision Compact 无法调整主板位，也无法像 OCED Evo 系列一样替换成左置机箱，以及除了顶部的网孔面板以外，均无法支持14厘米风扇。当然这些都是为了更紧凑的体型而做出的必要牺牲，因此还算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作为一款 OCED Vision 的延伸款，也是出保 OCED Dynamic 的现代复刻版，我觉得 OCED Vision Compact 整体的特性还是比较明显的。更紧凑型的体积，外加可以实现270度的透视，搭配上联力自家的成熟机箱安装体验设计，应该还是会吸引到不少人的。起码我自己就会考虑将它替换我现有的 OCED Evo 了。介绍完这一次联力所有的新品，我把这一些新品的价格放在屏幕上供大家参考。而当你们看到这一期节目的时候，这些新品应该是已经上架可购买的了。因为这一次要一次过给各位分享3款新品，所以可能会遗漏一些细节没分享出来。也欢迎已经体验的用户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使用心得。对于联力的这些新品有任何想法和观点，也欢迎提出讨论。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支持，也希望本期节目的内容会对你们有所帮助。喜欢这期影片的朋友不妨点个赞，而且来的观众如果能够点击旁边的小铃铛，那就更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我们下期影片再见。